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随着白天的气温慢慢恢复正常，好像有一种要往夏天过渡的意味。那么防晒又会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但其实一年四季防晒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手上同时在使用的防晒呢，有以下这4款，所以今天呢是一个关于日系防晒使用感受的分享视频。去年第一三共医药集团旗下的敏感肌专门品牌 Mino 推出了一款物理防晒霜，无香料、无色素 ，SPF 50+，PA 4个加号。作为一款敏感肌针对的物理防晒霜，它还有添加甘草酸2钾，可以抗火火，摇摇乐型的防晒。挤出来是这种偏水状白色的乳液质地，推开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它是具备润色力的。虽然是一款很典型的会泛白的物理防晒霜，但是它调配的很好。它上脸的泛白呢，介于传统的大白脸和带有一点点修饰感隔离乳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基本上使用这样一款防晒霜是不需要再使用妆前乳类的修饰底妆的。唯一的缺点呢，就是需要比较细致的涂抹，防止不均匀。之后这个泛白呢，会和你的肤色慢慢的融合，呈现自然的日系透明感。作为油皮而言，这款防晒霜在成膜之后几乎是没有油光的，在干冷的季节连蜜粉都不需要使用就可以直接出门了。即便下午出油氧化，它也是能够让你的皮肤呈现一定的透明感光泽的。如果你的肤色自然，没有太多的瑕疵问题，选用这种带有修饰感的物理防晒霜，可以在防止 UV 的同时又能调整你的气色。之前资生堂安耐晒推出首个将紫外线转变成美肌光的防晒 Day Serum， 而作为资生堂百货店品牌 Sun Care 艳阳下小粉瓶也用到了这个技术。我想真正稳坐集团防晒第一把交椅的艳阳下，它的肤感一定不会差。便于直观的感受，现在分别将这2款防晒取出适量到手背上。其实在视觉上它们的差别并不是很大，这个是安耐晒，这个是艳阳下。安耐晒会偏粉一点点，然后艳阳下是白色的，质地上艳阳下也略稀一点，从它的流动性能看得出来。而它们两者都推开之后呢，会发现安耐晒的硅感会更明显一点，艳阳下呢就只是水感。不过因为这2款呢都是户外的强效防晒，所以它们都是具备膜感的，在手背上的呈现呢区别不是很大。那么现在呢，我分别在左右两边脸上分别涂抹上这2款防晒，两者呢都是具备润色性的，艳阳下会比较细腻一点，自然的透明感。也就是说，在比较赶时间的情况下，直接涂抹艳阳下就可以立刻出门了。它能够呈现略带修饰感的日系透明感，而安耐晒的修饰感呢更为强烈，光泽感会更明显，也更白皙，需要你比较细致去涂抹，防止不均。油皮来说，你需要在这之后按压一个蜜粉，才可以真正的将这种光泽变成自然光，而不是出油造成的那种油光。两者的香味呢也不太一样，艳阳下呢是比较淡淡的花香，而安耐晒呢会更加浓郁一些。两者成膜的速度呢也是不相上下，毕竟都属于一个集团。总结来说呢，就是艳阳下会更加的快捷跟细腻，而安耐晒的修饰感和持续抗暗沉力会更强。自从嘉利宝重新整合了自己的百货店品牌，推出了 Kanebo 这个和集团同名的系列，它的整个包装呢就变得非常贴合当下这个时代的美学，尤其是黑色系列是年轻人所喜欢的独立时尚感的基调。去年 Kanebo 推出了一款可以防止肌肤干燥的美容液防晒霜，是日系百货店比较喜欢的乳液型防晒，SPF 50 PA 3个加号，它是一款纯化学防晒霜，在它的背后写着 Nichuyo Bioeki Mask 日间精华和面膜的字样。基本上所有标注日中字样的产品呢，都是可以在精华之后直接代替你的乳液或面霜的。这种滋润和防护一步到位的设定呢，很适合上班族，非常的省时间。它的质地呢是这种淡粉色的凝乳，看似清爽，但是并不像网上的博主所说非常的轻薄。背后的面膜字样也是说明它具备一定的滋润度的。其实上手呢倒是特别的轻薄水感，是很棒的肤感，但是上脸呢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具备一定的滋润度。作为一个老油皮，它的滋润度呢是在当下的干冷季节刚刚好的程度。上脸完全没有润色，在忙碌的日间随意涂抹，
无需担心泛白和不均匀。这种类型的防晒呢，也非常适合做精细化妆前的打底，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修饰感，很像保湿的妆前乳，更利于呈现细致自然的裸妆感。没有遮瑕问题的干皮呢，可以直接涂抹出门；油皮跟混合皮呢，可以叠加具备修饰感的隔离跟蜜粉。如果说资生堂的这两款防晒还能看得出来它们的质地和修饰感的不同，那下面这个同属于嘉利宝集团的高端 CNSide 的防晒乳呢，和 Kanebo 几乎差别不大。这个呢是 CNSide 的质地，这个是 Kanebo 的质地，两者都是这种淡粉色的乳液质地，并且两者都没有润色功能，即便推开也不会感觉有很大的差别。从上脸的感受来看呢 ，CNSide 会比嘉利宝稍微水感一点点，但是介于它们都是乳液质地，所以差别真的非常细小。两者的香味呢都是复合花香，但我自己更偏爱嘉利宝一点，因为它更加的淡雅。它们两者的调香有一点弄反了的意味。作为旗舰店品牌的 CNSide 应该是高高在上、比较清冷的气质。嘉利宝这款淡雅的调香呢，更加符合 CNSide 的这种与世无争感，而现在 CNSide 的这种味道呢，更像是传统百货店一线品牌所拥有的那种富贵逼人的感觉。我们可以想一下娇兰、迪奥那样的一种感觉。这样的调香呢，我觉得缺少了顶级线的那种高傲，反而更加适合嘉利宝。我自己呢会觉得有一些可惜，因为这款防晒乳呢其实是 CNSide 回归日本市场之后才诞生的产品，它的外观啊是完全贴合 CNSide 的气质做出来的东西，这种核心的小食丸蚕丝环绕的设计呢非常的绝美。同时作为顶级品牌，它的肤感肯定是不会差的，只是这个调香呢有一些差强人意。这款 CNSide 的基础洁面呢，是我觉得日系所有贵妇洁面市场里头芳香做的最好的。高级鸢尾的调香呢，让人心旷神怡，真的很适合用在日常的产品线里头。如果 CNSide 开发部的人可以注意到的话，我真的希望他们不要浪费基础线这么好闻的味道，去掉原本不属于 CNSide 的那种甜腻感，让它变得更高冷一些吧。其实整个干冷季呢，我都会更加偏重使用乳液类的防晒更多一点。事实上，从去年的秋天到现在的初春，气候都是非常的干冷的。相比那些比较控油的防晒呢，它们用起来会更加的舒适，所以也需要根据当下的气候以及你的皮肤状态来调整产品。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感谢你的收看。